西太平洋上空，一架翼展超过50米的黑色陰影劃過天際，它的機身没有垂直尾翼，沒有明顯的稜角。假設有雷達波打在它身上，大部分會散射到其他方向，只有極微弱的一縷能折返回接收端。在敵方防空網絡的屏幕上，它的信號大約和一只黑色塑料袋相當。這架飛機造價24億美元，比同等重量的黃金還要昂貴。它是美國空軍最昂貴的寶貝疙瘩 B-2 幽靈隱身戰略轟炸機。這一次，它肚子裡裝的不是炸彈，而是一次全新的嘗試。2026年6月27日，菲律賓海距關島海岸約200海里，一架 B-2A 從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起飛，在預定空域打開彈艙，投下了一枚 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貼着海面消失在天際線方向。這是美軍首次公開確認 B-2A 具備發射遠程反艦導彈的能力，一架以凌空轟炸聞名的隱身轟炸機第一次向大海露出獠牙。B-2 幽靈誕生於冷戰末期，設計目標只有一個：穿透蘇聯嚴密的防空網，把核彈投到預定坐標上。它的所有設計都圍繞這個目標展開：飞翼布局降低雷達反射截面，深埋發動機降低紅外特徵，內部彈艙容納大量彈藥。服役近30年來 ，B-2 投過聯合直接攻擊彈藥，投過 BGU-57巨星鑽地彈，甚至參與過長途奔襲伊朗核設施的任務。但它從來沒有打過船，因為它不是為打船設計的。快沉是美國為 B-2 開發的低成本反艦方案，在普通 JDM 制導炸彈上加裝紅外導引頭，使其具備打擊移動目標的能力。2024年環太平洋演習中 ，B-2 用快沉擊沉退役的塔瓦拉號2棲攻擊艦，但快沉有一個致命局限，射程太近。制導炸彈的射程取決於投放高度和速度，一般在幾十公里範圍內。這意味着 B-2 必須進入敵方防空火力圈才能投放。對於一架造價24億美元的隱身轟炸機來說，這風險太高了。這種風險不單單是24億美元的標價，而是因為美軍根本輸不起。冷戰結束和預算削減，讓 B-2 的生產計劃從最初的132架斷崖式下跌，最終僅制造了21架。在經歷了2008年關島墜毀事故以及近年的意外退役後，目前全美軍現役的 B-2 只剩下19架。這19架獨苗有多嬌貴？他們每飛行1個小時，就需要地勤人員進行長達119個小時的維護，因為它的隱身塗層极易受到雨水和潮濕空氣的侵蝕。美軍甚至必須為它配備單價高達500萬美元、帶恆溫空調的專用可折疊機庫。每次飛行後，地勤人員都要戴上手套，拿着小刷子在機身表面一點點修補。被气流、雨水甚至陽光輕微侵蝕的隱身涂層，一旦飛進敵方近程防空圈，被擊落一架，對美軍戰略威慑力都是無法承受的重創。這也就是為什麼美軍急需一種能在防區外解決戰鬥的武器。遠程反艦導彈改變了這一切。AGM-158C 遠程反艦導彈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 AGM-158B 空地巡航導彈基礎上發展而來，它繼承了前者的隱身外形。據分析，雷達反射截面積僅約 0.01 平方米，同時具備精確航路規劃、半自主導航、目標搜索和識別能力。與傳統反艦導彈不同，遠程反艦導彈對外部數據鏈和衛星導航的依賴較低，更適合在複雜電磁環境和網絡受限條件下使用。更關鍵的是，射程超過600公里，這意味着 B-2 可以在敵方艦載防空導彈的防禦範圍之外發起攻擊。一架 B-2 最多可以攜帶16枚遠程反艦導彈。B-2 能做到這一點，得益於它近乎偏執的隱身設計。它的平滑的飛翼沒有任何垂直尾翼，雷達反射面積只有大約 0.1 平方米，在雷達屏幕上就像一只海鷗。更絕的是它對熱源的控制。現代軍艦普遍裝備了紅外搜索與跟蹤系統，可以通過空氣摩擦與尾气熱量來鎖定隱身機。為了防範這一點， B-2 採用了源自早期莫蘭技術驗證機的特殊構造，將4台發動機深深地埋入機翼內部，在排氣前將高溫廢氣與冷空氣強制混合降溫，再通過耐高溫材料擴散出去。B-2 不是加力燃烧室，不進行超音速飛行，它不僅在雷達屏幕上是個幽靈，在紅外热攝像儀裡也幾乎是一具冰冷的屍體。聊到這裡，可能很多人會產生一個疑問 ：B-2 的單次常規任務往往需要從美國密蘇里州的懷特曼基地直飛亞太或中東，單次飛行時間經常突破30甚至40個小時。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擁擠在狹窄駕駛艙的2名飛行員究竟是怎麼生存下來的？實際上 ，B-2 的駕駛艙內部空間非常有限，
大約只相當於一輛緊湊型 SUV 的前排。但為了應對跨洲際的超長航程，設計師在這款轟炸機裡塞進了一套微型的生活保障系統。首先是吃 ，B2 上配備了一個微型的食品加熱器，類似於一個簡易的加熱板。飛行員在出發前會帶上特制的航空食品、罐頭或者三明治，他們可以通過加熱器吃上熱气騰腾的食物，甚至還能用專用的水杯泡咖啡。此外，機上還有一個用於保鮮的冷卻箱，裝滿了高能量飲料和零食。其次是睡 ，B2 只有2名飛行員，沒有輪換機組。為了防止疲勞駕駛，座艙後方鋪着一個極簡的折疊墊，類似於瑜伽墊。在長途飛行中，美軍有一套嚴格的疲勞與睡眠管理方案。在飛越安全空域時，有一名飛行員監控高度自動化的電傳飞控系統，另一名飛行員則躺在折疊墊上進行2到4個小時的深度睡眠，如此輪流交替。最後是很多人最關心的上廁所問題。在右側任務指揮官座椅的後方設置有一個極小的化學馬桶，雖然沒有任何隱私隔斷，但在連續飛行40多個小時的極端環境下，這個簡易便器就是飛行員的救命稻草。相比於冷戰時期只能一直綁在彈射座椅上的戰鬥機飛行員， B2 的2位成員雖然辛苦，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享受的是如同太空艙一般的待遇。正是這套獨特的設計，才支撐起了 B2 恐怖的洲際奔袭能力。2026年7月27日，朱諾號，一艘退役的奧斯汀級2棲船塢運輸艦被拖到菲律賓海，扮演把劍的角色。首先出場的是 B2A， 發射了遠程反艦導彈。然後，日本海上自衛隊訓京號潛艇發射了魚雷，接着是日本航空自衛隊 F2 發射的93式空對艦導彈，水面艦艇發射了90式艦對艦導彈，新西蘭空軍的 P81海神巡邏機發射了 AGM-84魚叉反艦導彈。多型武器連續打擊後，朱諾號沉沒。美軍沒有公布 B2 發射的遠程反艦導彈造成了多大的毀傷，那是一枚重454公斤的穿透式爆破殺傷戰鬥部，搭載在雷達反射截面積僅 0.01 平方米的隱身彈體上。但在外界看來，擊沉一艘退役軍艦從來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場演習完整驗證了隱身戰略轟炸機參與遠程反艦任務的流程：遠程部署、空中加油保障、目標指示、跨域協同、防區外打擊。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部司令凱文·施耐德上将在声明中說，通過優先開展反海上打擊行動，我们可以保持对对手的決定性優勢。那麼在當今世界的戰略轟炸機俱樂部裡， B2 對比它的同類們究竟有什麼不可替代的優點？我們不妨拿它與目前世界上最主流的3款轟炸機做個對比：美國的 B52 同文森堡壘、B-1B 槍騎兵以及俄羅斯的圖160白天鵝。首先是資歷最老的 B52。B52 是一款典型的炸彈卡車，體量大，載彈量驚人，維護便宜，但它完全沒有隱身能力。在現代雷達面前，它的反射面積大得像一棟飛行的摩天大樓。B52 想要生存，只能躲進防空網幾百公里外發射巡航導彈。一旦進入現代防空導彈的射程，它就是活靶子。其次是走超音速低空滲透路線的 B-1B 和俄羅斯的图160，這2款戰機採用的是變後掠翼設計，依靠強大的發動機推力，在低空以接近或超過音速的速度貼地飛行，利用地球曲率避開雷達。其中圖160更是能飆到2馬赫以上的極限速度。但這種暴力突防的代價是，雷達反射面積依然偏大，且低空高速飛行對機體結構的損耗極大。在天網密布的現代防空體系下，單純依靠速度切入防空網，生存率正在變得越來越低。而 B2幽靈的獨特優勢就在於它的隱身能力。B2不需要像圖160那樣靠2馬赫的速度去逃命，它以 0.8 馬赫的壓音速悄無聲息地劃過天空，在雷達和紅外探測器面前，它近乎於不存在。其次是機組效率的代差，噸位極大的圖160、B-1B 和 B52分別需要4到5名機組人員才能完成飛行、領航、武器控制和防禦管理，而自動化程度極高的 B2僅需要2個人就能搞定一切。最後是戰術自由度的代差。B52和 B-1B 執行任務往往需要戰鬥機護航、電子干擾機伴飛、防空壓制機開路，而 B2具備單打獨鬥的傳統能力，它自己就是一支軍隊，省去了龐大護航編隊的協同成本。這就是為什麼即便 B2的飛行小時維護成本比 B52高出1倍，美軍依然把它視作不可替代的非對稱王牌。要看懂 B2這次反艦演習的深層用意，我們必須把視線拉回到西太平洋的博弈棋盤上。過去30年，亞太地區的軍事格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對手建立起了以反舰彈道導彈為核心的反介入去拒止體系。這套體系的厲害之處在於，它能在2000公里外鎖定並打擊大型水面艦艇，這就逼得美軍的航母打擊群在衝突爆發初期不敢輕易靠近第一甚至第二島鏈。航母退後，誰來執行進攻任務？美軍的答案就是隱身戰略轟炸機。航母編隊每天只能移動幾百公里，且自身目標巨大，而部署在關島甚至美國本土的 B2可以在幾個小時內飛抵西太平洋。設想一下這樣一個場景，在局勢高度緊張的海域，美軍航母退守在安全線之外，此時一架 B2利用夜色和隱身塗層悄然穿透了外围雷達網。它並不需要像過去那樣飛到軍艦頭頂去扔炸彈，而是在距離艦隊600公里外，在對手雷達毫無察覺的情況下，一口氣釋放16枚遠程反艦導彈、隱身反艦導彈。這些導彈在脫離轟炸機後，會貼着海面，甚至利用自身的智能算法規劃出多條包抄路徑，從不同方向同時撞向敵方戰艦。這種隱身平台加隱身防缺礙導彈的組合，將傳統反艦戰術的發現及消滅升級為了無法防備的突然襲擊。這也是為什麼西太平洋的潛在對手必須重新評估海戰規則的原因。美國官方媒體網站的評價相當直白，面對太平洋地區建立的反介入去拒止能力，美軍將 B2隱身轟炸機與遠程反艦導彈相結合，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穿透式反艦能力。一架能打船、能隱身、能洲際飛行的轟炸機，正在改變西太平洋的博弈規則。B2幽靈已經服役了近30年，它的隱身涂層需要恆溫機庫維護，飛行1小時的維護成本高達10幾萬美元。美國空軍原計劃生產132架，最終只造了21架，每架造價超過20億美元。在經歷了墜毀和退役後，現役僅剩19架。而根據美國空軍的路線圖， B2預計將在2032年前全面退役，由最新一代的 B21突襲者接替。提前退役的原因很现實，僅19架的極小機队規模，導致每架飛機的零件制造和日常維護成本高得如同天文數字。美軍希望用技術更先進、維護更便利、單位造價也更低的 B21來重組隱身轟炸機群。但即便如此，當它掛上遠程反艦導彈飛越菲律賓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到了一個信號：這架老飛機正在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延續它的威懾力。2026年6月27日，那架 B2打開彈艙投下導彈的畫面，可能比任何一次臨空轟炸都更能說明問題。未來的空戰可能根本不需要飛到目標頭頂，你只需要飛得足夠近，扔下導彈，然後掉頭回家，剩下的事情交給那顆600里外自己找目標的彈頭去完成。本期關於 B2幽靈的分析就到這裡。最後有幾個問題想與各位討論。B2最多能帶16枚遠程反艦導彈，如果一次出動一個編隊，對航母能形成多大的威脅？航母的防空圈真的攔得住從600公里外貼着海面飛來的隱身導彈嗎？隨着 B21逐步服役， B2預計在2032年前退役。在服役的最後幾年裡，他用遠程反艦導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老兵轉型。你覺得這是幽靈最後一次亮相，還是會繼續活躍在戰場上？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並轉發。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